距离世界杯开幕不到1个月了，中国已经拿下了转播权。可是你们敢信吗？印度的球迷啊，现在集体处于蒙圈状态。德里高等法院都拍桌子问了，到底能不能看？能不能看？可是印度那边的转播商稳如泰山，就是不签字儿。为啥不签啊？其实说白了，就是觉得非法这帮人看人下菜碟儿，把大伙儿都当成冤大头割韭菜呢。咱们先来扒一扒非法那一套让人气得胃疼的双标定价。很多人觉得非法卖版权肯定有个标准，那比如是按人头收钱，或者是按这个经济水平收钱。你太天真了啊！非法卖版权的逻辑只有一条，看谁好忽悠。就说这一届2026世界杯，非法最初给中国内地的报价是2.5亿到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快20个亿啊！各位，这是啥概念啊？这笔钱购买好几架最先进的战斗机了呀！非法当时心里面的算法打是噼里啪啦响。你中国虽然男足拉垮，去不了世界杯，但是你们球迷多呀，你们的伪球迷也多呀，你们的企业人傻钱多，爱投广告，我就漫天要价，你敢不买吗？那后来就算咱们这边是疯狂的砍价非法也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咬死在1.2亿到1.5亿美元之间不松口。那后来咱们这边谈的那叫一个硬气，直接回了一句，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这价格咱不伺候。非法一看，哎呦，这届韭菜不好割呀，赶紧自个儿找了个台阶下，一路降价最后的成交价大概是单届6000万美元。好，咱们再转过头来看看非法是怎么对待印度的非法最初跟印度谈的是1亿美元打包2届，也就是2026和2030两届世界杯一起拿走。三哥一听，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呀，贵了贵了贵了！一看三哥直摇头，非法的高管瞬间化身为卑微的推销员，价格直接大跳水从1亿美元直接降到了3500万美元，而且呢还买1送1，包2届。大家拿这个计算机来算算印度2届是3500万，折合1届才不到1800万，而中国最终谈下来的1届转播费大概是6000万美元，也就是说咱们单届花的钱居然是印度2届总和的 1.7 倍啊！而且你们知道最气人的是啥吗？咱们中国的香港地区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人口呢才几百万，拿下这一届世界杯的转播权都花了2500万美元你印度14亿人，单届只要你不到1800万，这简直是跳楼吐血清仓大甩卖了，对不对？结果呢，三哥嘴角一歪，冷笑一声，就这太贵了，不签。很多人可能就纳闷了印度人是不是掏不出这3500万美元啊？开什么国际玩笑这印度再怎么着吧，他也是个大国呀，这几千万美元在他们眼里连个塞牙缝的零头算不上。那三哥为啥宁可让全国球迷急得跳脚，连法院都搬出来了，也死活不肯签这个合同呢？其实这个原因吧，极其的简单粗暴，就4个字儿：无利可图。你非法以为世界杯是全人类的狂欢？对不起在印度足球连个二房都算不上，顶多算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远房亲戚。印度人新街角上运动是啥？是板球兄弟们。你跟一个三哥聊梅西聊 C 罗，他可能是一脸蒙圈但你要是跟他聊印度板球超级联赛，他能拉着你从天黑聊到天亮。印度的板球联赛那个商业价值在全球都是能排进前几名的吸金怪兽各大转播商广告商的钱早就砸进板球这个无底洞了，谁还有闲钱去投足球印度广播公司那帮精算师早就拿个算法算过账了，如果花个几千万美元买下世界杯的转播权，只能靠广告回本。可是这一届世界杯在哪儿踢美加墨美洲各位想想那个时差比赛全在印度的深夜或者凌晨，你指望一个白天在孟买挤火车在班加罗尔敲代码，在贫民窟干苦力的印度老百姓，凌晨3点爬起来看一场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的足球赛，可能吗？那没人看，收视率就是一滩死水，收视率不行，哪个冤大头广告商愿意来投钱没广告费，转不上不就亏本了吗？亏本的生意三哥才不会做呢。更觉得是这三哥有个优良传统，白嫖，想让他们为了看球去开个付费会员，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转播商花真金白银买回来的版权，最后只能免费播，这谁受得了啊？不仅如此啊，三哥这一次这么硬气，还有一个极其搞笑的历史遗留问题。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啊，印度其实是买了转播权的，当时是一个流媒体平台负责播的，结果呢，那个技术烂的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啊！印度网友当时在网上都骂疯了。你想想那个画面啊，你正端着一盘咖喱饭，眼睛死死盯着屏幕，姆巴佩带球突破，单刀了，起脚了，就在马上要进门的这一瞬间，屏幕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圆圈，开始疯狂的转圈，卡了呀！那等你刷新完2分钟过去了，人家连庆祝动作都做完了，你连个进球的毛都没看见。整场比赛啊，印度球迷全在看 PPT， 体验极差。所以这一次啊，这印度转播商是彻底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你非法就算倒贴钱，我都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了。咱们再来看非法这边啊，一开始吧，非法还跟那装大尾巴狼呢，他们以为啊，只要我拖着不降价，等临近开赛了，这印度球迷一闹事，印度政府一施压，你转播商就得乖乖掏钱。结果呢，距离开幕不到1个月了，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喜提转播权了，唯独剩下什么？剩下了当初被非法当成超级大粉扬的中国和印度。这下非法彻底慌神了呀！要知道世界杯转播权收入那可是非法的命根子呀。据统计，这届世界杯非法原本预计转播权能卖出39.25亿美元，占他们全年总收入的将近一半啊！如果丢了中国和印度这2个加起来快30亿人口的超级大市场，他们今年年底的财报得难看成什么鬼样子呀？眼看着快开锅了，却没有米下，非法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颅啊！甚至都派出了秘书长级别的高管屁颠屁颠跑咱们中国来公关。那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咱们央视这一次极其硬气，谈判桌上咱们就是一句话，想让我们当冤大头，门都没有，就6000万，多1分不给，你爱卖不卖。非法一看中国这边实在是榨不出油水啊，那只能咬着后槽牙签了。从最初想抢3个亿，到最后只能拿到6000万，这个价格相当于直接打了2折呀！咱们这一波极限施压干得漂亮啊！这才是真正的霸气侧漏。但是说句心里话，跟印度这么一对比吧，我还是觉得贵了。你们觉得呢？在印度那边，非法连个打折的机会都没有，印度转播商就是一副我已经看破红尘的架势，法院施压我也不签，难不成你法院还能掏钱补贴我呀？其实让这个非法崩溃的远不止中印这2个国家。你放眼全球看看，现在的非法简直成了过街老鼠。在东南亚、印尼、泰国这些国家的主流转播商现在全学精了，大家都在拼命的往下压价。你非法要100块，对不起，我最多给你20，不行我就播羽毛球去。在非洲、喀麦隆、坦桑尼亚这些国家更狠连个报价人都没有，直接全员弃权。这下好了，非法原本雄心勃勃定下的130亿美元的总营收目标，现在估计只能是个大饼了，彻底泡汤。聊到这儿，肯定有人就问了，为啥前几届大家都抢着买，这届大家开始嫌弃非法呢？一句话，天下苦非法久矣，而且时代变了。咱们往前翻翻账本2002年韩日世界杯那会儿咱们央视买2届世界杯的转播权才花了2400万人民币，注意是人民币。结果到了2018和2022这2届，非法直接狮子大开口，打包价要了3亿美元啊！10几年的时间价格翻了10几倍啊！你真当大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这些年全球经济是个什么情况？大家心里没点数吗？无论是转播商还是背后的赞助企业大家都是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谁还会像以前那样子脑子一热去为了那种几亿美元的天价版权买单啊？更致命的是互联网短视频把传统转播模式的根儿给刨了。以前呢，你想看这个世界杯，那只能老老实实的坐这个电视机面前守着央视，你还得忍受中场休息的漫长的广告。现在呢，谁还傻乎乎的看他90分钟的沉闷垃圾战啊？等这个比赛踢完，掏出手机，打开短视频平台，3分钟的高清集锦各种角度的进球回放，配上动感的 BGM不仅把最精彩的部分看完了，还能顺便刷几个其他视频，
而且全都是免费的。在这种降维打击下啊，电视转播的稀缺性早就被稀释得连渣都不剩了。所以啊，你非法还跟着做垄断定价的春秋大梦呢，还敢搞双标定价这种不要脸的操作啊！哎，你以为对中国要6000万，对印度要3500万是个很聪明的商业策略？错，这种赤裸裸的歧视和贪婪啊，已经把全球转播商的心都伤透了，公信力直接碎了一地，拼都拼不起来了。距离2026年的世界杯开赛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呀，印度球迷到底能不能看上直播？咱们说实话啊，无所谓啊，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足球对于他们来说吧，真没那么重要，大不了了去村头打2局板球，日子照样过呀。而中国球迷啊，现在已经可以稳坐钓鱼台，等着看央视的直播就行了。那至于我这种从来不看球的，哎，关系不大。但是起码这一次啊，咱们狠狠杀了非法的威风。以后谁再想拿这种天价版权来中国市场割韭菜，先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那至于陷入进退两难的非法呢，不降价吧，丢了印度这个大市场，还得被全世界看笑话；继续降价吧，之前高傲的人设彻底崩塌，以后还怎么忽悠别人啊？说到底啊，走到今天这步田地，全是非法自己作出来的，贪心不足蛇吞象啊！曾经那个靠了一块世界杯的金字招牌往老板椅上一躺就能收钱的时代，已经被他们自己的傲慢和贪婪亲手给埋葬了。